此时此刻，你有可能正在被监视偷拍。这是一间平平无奇的酒店房间，我们直接告诉你啊，在这个房间里，我们摄制组呢放置了3个偷拍摄像头。你觉得他们被隐藏在哪儿了？可以评论弹幕一波，之后我们会公布答案。早在2021年啊，国家就已经出手严厉打击摄像头偷窥黑产业链啊。当你在电商平台现在搜索关键词针孔摄像头啊，你是没办法找到相应产品的。但是啊，相应的偷拍新闻啊，感觉断断续续一直都有啊。这类设备真的销声匿迹了吗？随着大家防窥意识的增强，网上又出现了大量的所谓检测设备，这些检测设备实不实用？好的，我是庄囧，欢迎收看本期要闻测评啊。这一期有点矛与盾的意思。先简单给大家做个开箱啊，我们一个一个来啊。首先这盒子就非常小巧，它后背呢是一个独立供电的一个小电池，不大吧，但是也可以直接无线使用。前面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，就这个镜头的大小和手机的那个也差不太多，这个相对来说就一体化了一点啊，我给大家比一下它多小啊！不过它这个纵向还是有一些宽的啊。然后后背是一个插 TF 卡的位置。刚才的这一款呢，它是在顶部也是可以插 TF 卡的，可以独立的存储。后边还有这个散热孔啊，做的是相当专业。哦，这个盒子更加小。哎，这个是同一款啊，买1送1。OK， 下一款。这个相对来说体积就要稍微大一些啊，其实是相对比较明显的。哇，灯还在闪烁啊，这应该是可以独立供电的。来看一下这个大小，侧边直接可以插卡，然后有数据的接口。这个更猛了啊，这个外边盒上写着 T1， 它这尾巴呢是一个独立的天线，也就是这个视频可以直接发出去啊。但是它后面呢也有插 TF 卡的位置，为了更好的隐藏啊，它直接做成用这种胶给包裹了这么一个设计啊。前面这摄像头也非常小，比我的手指还要短，然后也还要薄，功能非常丰富，而且也足够小巧，是本次最贵的啊，200多块钱哦。刚才我说那个小巧还是我太年轻了，够不够野？大家可以把野这个字打在公屏上啊。这个我感觉应该是一些早期产品的摄像模组，它直接就给拿下来了啊。旁边这个摄像头也是裸露的，然后通过排线连接到它这个小的主板上面。它在这上面还专门绑了一块非常小的电池，也就是它可以独立供电。然后它并没有插 TF 卡的这个位置，应该是直接实时图传的啊。连接上网络之后，刚才我说这个家伙已经够小巧了，哇，这个太狠了啊！这个位置就比较大，不过它这个功能应该是最全的，它有这个散热孔啊，各种各样的按键，然后插卡、数据的接口，然后下方还有这个螺母口。它前方这个摄像头呢是直接凸起了一部分，就是如果有人不怀好意的话，可以把这个前面的位置放在一个小圆孔里面。配件比较丰富啊，这个台灯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应该算是啊科他们一类的这个产品，它应该算是一个伪装好了的一个成品啊。它这里有一个摄像头啊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啊，就是里边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模组，所以我们也把它给买回来了。如果放在床头的话啊，你一开台灯，那这个摄像头是直接可以对着你的。其实这些妖魔鬼怪我们在前期都做了各种测试，我们现在揭晓视频开头的答案。好，给大家揭晓答案呢。第一个藏在哪呢？路由器里面。然后相信大家也看到，这个台灯里面藏了一个。哎，鸡哥，哎，不是。警告。这个娃娃里面，娃娃的眼睛有点搞。这里藏了一个。这个投影仪上面，空调上面。这些产品有大有小啊，有的足够隐蔽啊，但有的做的也不怎么样啊，一看就是智商税。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，没错啊，他们都是来自某宝某多，100-200块钱，甚至几十块钱啊。我们就像正常买手机一样啊，他们都正常发货了啊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产品名和产品宣传图都极其暧昧啊，就是那种你看一眼就会觉得是针孔摄像头的产品啊。这些商家呢，可能是为了让你觉得他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吧，都打出了一些诸如微型啊、无线啊这种字眼。当然，可能
在未知的渠道确实会买到更小的啊，但那本身就是非法行为。奉劝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啊，不要以身试法。如果你就是自己想买一个便宜点的摄像头放在家里自己用啊，比如说看看小朋友啊，或者说看看行动不便的老人啊，那我也劝你不要买这种啊。这些摄像头普遍都非常难用啊，不仅画质模糊，宣传的 4K 实际上只有480p。每个摄像头都有一个单独的 APP 控制，但连接起来非常费劲，换个地方就得重新连接。用电子垃圾来形容它们真的是不为过。卖我200，我的嫌贵啊！他们的卖点呢，其实大家都懂，就是非常擦边的小巧隐蔽。如果家庭自用啊，市面上有大把好用的品牌摄像头产品，千万别贪便宜跳这些的坑。其实随着这些年各种非法偷拍产业链被曝光出来啊，这个大家的防范意识也逐渐提高了啊。这个说偷窥的这类视频，大家应该也看过很多。于是啊，这市面上又出现了一批反偷窥、反偷拍的检测器产品。矛与盾的问题就来了啊，这些所谓反偷拍神器，它们好用吗？是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收割呢？我们在某宝上买来了2款销量可以说是最高的产品啊。实测一下，第一个，哇，这个东西刚刚拆出来的时候看起来非常高科技啊，但它的实际原理其实就是检测信号和红外。日常生活中，身边啊信号最大的干扰其实就是路由器。你试想一下啊，如果不法分子把针孔摄像头直接藏在路由器里面啊，那就很难找到了。我们再试一下我们买的这些，根本检测不出来。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垃圾。而且这家伙的抗干扰能力其实非常弱，这信号比较多的地方，你天空随便一按啊，它都会响。第二个是非常火的便携检测器，价格也相对便宜一些，但是原理基本一样啊。我们试着检测了10几次啊，发现只有1、2次能够触发警报，这成功率连20%都不到。而且你要对得非常近，它才能检测出来。其实有这个距离，你肉眼都能看到这些摄像头了。如果不法分子把针孔摄像头放在我们碰不到的地方，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天花板啊，那基本是检测不出来了。当然，除了信号检测呢，也可以检测红外，但前提是摄像头得开启红外功能啊。如果是开启红外功能的摄像头，那还是比较容易被照出来的。另外一种检测器也是我们觉得最实用的啊，就是我们经常用来测手机温度的温控枪。众所周知，摄像头在工作的时候这发热是非常严重的啊，温枪一照就很容易看出来，但同样也容易受到路由器或者其他电器设备的干扰。就比如说，它直接就给你藏在一个发热严重的设备里面，你就不容易发现了。而且这个温控枪啊，我们这个售价也是2、3千块钱，就算你不差钱买得起啊，谁没事出去住酒店带这么个大家伙呀，一点也不现实。直接说结论，不管是打着针孔摄像头幌子的微型摄像头啊，还是摄像头所谓的这些检测器，目前的这些绝大部分产品啊，都是智商税。不要买，不要买，不要买！重要的事情说3遍啊！我现在严重怀疑卖这2类产品的是同一拨人啊，先在微型摄像头上收割一波，然后检测器再收割一波，实在是高。怨种竟是我自己。这时候有小伙伴该问了，小白你这是扯了半天了，到底我们该怎么防偷拍呀？毕竟现在不怀好意的人还是有可能在非法渠道买到这类的产品嘛。我们简单总结了一份反偷窥、反偷拍的指南。入住酒店，尤其是装饰品比较多的民宿，这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一些地方。首先是啊，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对着床的这个位置啊，比如说床头灯啊，或者说路由器啊、电视机啊，这些本就应该接电的电器，很容易成为针孔摄像头的温床，因为它在里边可以直接连通电源。啊，特别是插孔这类带小孔的地方啊，要重点看看啊。你可以拿一个充电器啊，都插一插啊，正对床的这个位置啊。另外就是很多人经常忽略的啊，头顶天花板，比如说烟雾报警器啊，这个空调的出风口啊，还有洗手间的排风口，这些地方如果装了摄像头，那简直是一览无遗啊！而且它们比较高，比较难以排查啊。你可以打开手机的闪光灯，注意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异常的线材，因为它们多数都需要单独接电啊，或者外发，就比如啊这种。还需要一个天线。最后，一旦你发现针孔摄像头，不要慌啊，先打开手机，把证据保存下来，然后直接报警。OK， 如果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，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啊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肯定了。更多的精彩，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视频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